各位好，昨天和今天，德语媒体报道了美国制定了更严格的排除中国的政策。美国不再官方补贴含有任何中国电池部件的电动汽车。类似的条款以前美国也针对德国的奔驰、宝马等燃油车也颁布过。老美为了自身的利益，可以完全不顾哪怕是盟友的利益。所以有人说的跟着老美混，怎么死的都不知道，这种说法不无道理。现在颁布这一措施，虽然也把俄罗斯、朝鲜也包括在内，但除了中国外，这些国家都没有此类电池技术，也就不可能有此类产品。所以归根到底还是为了遏制中国。此外，把中国与俄罗斯、朝鲜以及伊朗归为同一类国家，就知道美国政府什么思维了。所以前段时间中国国家领导访美不会有什么真正的成效。为了遏制中国，老美可以使用任何手段，甚至包括军事手段。所以说，对老美不要抱有任何幻想。我们先看看德国《明星》杂志对此事的报道。美国不再愿意补贴使用中国电池组件的电动汽车。美国政府希望将电池组件来自中国或其他竞争对手国家的电动汽车排除在国家补贴之外。美国财政部周五在华盛顿宣布，从2024年起，只有不含在中国、俄罗斯、朝鲜或伊朗制造或组装的电池组件的电动汽车才能获得政府补贴。这一规定旨在加强美国供应链的安全。根据财政部的规定，从2025年起，如果在电动汽车中使用了上述4个国家的某些金属，将不再享有美国国家补贴。然而，在财政部提出的新规定生效之前，公众必须有机会对其发表意见。美国总统乔拜登政府的减少通胀法案气候补贴计划规定，购买美国生产的电动汽车最高可获得7500美元，略低于6900美元的补贴。该计划在欧盟也受到批评，因为它使欧洲汽车制造商处于不利地位。好，朋友们，接下来我们来看看另一家德语媒体，注意啊，不是德国媒体，而是德语媒体奥地利标准报的报道以及网友评论。美国不再愿意推广补贴中国电池组件的电动汽车，俄罗斯、朝鲜和伊朗也被列为竞争对手国家，还有来自这些国家的某些金属的电动汽车将得不到补贴。接下来的部分与德国《明星》杂志完全一样，所以就不重复了。我们来看看网友们的评论吧。我再提醒一次啊，这并不光是德国网友的评论，而是奥地利网友的评论，也许瑞士网友也在里面啊。所以大家不要误解，以为只是德国人这么想，这是全部德语区的读者都有可能在里面评论啊。第一条评论：如果中国攻击台湾，没有船只会在同一天离开港口前往欧盟和美国。我们没有技术，没有抗生素和其他药品，没有自然资源，什么都没有。美国只是在为此做准备。没有中国，美国也要运转；没有俄罗斯，欧盟已经举步艰难。如果中国消失了，我们将处于中世纪。下一条评论：欧洲总是太脑残了。下条评论：不，美国是在防范欧洲，以免他们有更多的竞争对手。下一条评论：支持欧盟采取同样的方法。下一条评论：我想要更便宜的汽车。下一条评论：如果连工作都没了，还要更便宜的汽车干嘛？下一条评论：自己生产更便宜的汽车。下一条评论：觉得美国正在进行下一场经济战争，凡是他们自己不生产，别人买不到和从他们那里买不到的东西都要受到制裁。这已经是被迫购买了，经济自由是另一回事。下一条评论：自由经济与独裁统治，我不知道你为什么认为中国做一个独裁国家可以是一个平等的合作伙伴。众所周知，中国攫取别人的技术，反过来却想以倾销价格统治主要市场，这难道不是众所周知的吗？下一条评论：自由经济，顺便说一句，没有人说这是美国要达到的。
自由经济只在每个人都遵守相同规则的情况下才能发挥作用，但中国没有这么做。下一条评论：中国当然不这么做，但美国做什么都是对的。我明白是这么运作的。下一条评论：你只需要推广和补贴那些自己卖不出去的产品。这种计划经济既昂贵又低效，这是用法律强制我们购买实际上并不想买的产品。下一条评论：这有什么新鲜的？我还清楚地记得当年强制给汽车安装安全带时的讨论。我也想拥有一部只有简单廉价摄像头的智能手机，但是不行啊，我必须购买我根本不想要的功能，这真的很糟糕。下一条评论：愚蠢的想法，不如自己制造更好的电池。美国人不可能做到这一点，但欧洲还是有能力的。下一条评论：关税壁垒等是对中国汽车制造业竞争力的低效率回应，而对消费者来说，中国的汽车制造业变得昂贵。如果一个国家想要阻止结构性变化，通常只会伤害自己。此外，让电动汽车的生产成本更高，生产速度更慢，也与所期望的去碳化背道而驰。最好的办法是直面竞争，集中政治力量，成为具有吸引力的电动汽车生产和运营经济集群所在地。下一步，中国企业也希望到国外投资。欧洲和美国不应只将中国视为威胁，它也可能是一种机遇。下条评论：问题就在这里，美国人不再希望中国公司到他们那里投资，这是一个政治决定，而且不是一个坏决定。30年来，我们一直在尝试通过贸易促进变革，但结果恰恰相反。现在是时候改变做法了。下一条评论：应对气候变化对公民的好处在哪里？保护主义可能会在短期内挽救一些就业机会，但从长远来看，它将导致市场效率低下、缺乏创新以及消费者成本上升。如果企业不必面对来自国外的最佳竞争，他们提高效率和开发创新产品的动力就会减少，价格也会上涨，因为贸易壁垒会限制竞争，导致进口商品价格上涨，并使本地制造商能够对其产品收取更高的价格。保护主义的另一个问题是，它会阻碍思想和技术的自由交流，这导致不得不进行多次重复发明创造。下一条评论：但美国和欧洲企业不得不面对中国的大规模补贴竞争。下一条评论：那不就是纯粹的特斯拉促销吗？特斯拉在美国有超级工厂，还有哪家制造商可以不从中国采购电池就能交货？宝马、大众和福特的大部分电池也是从中国的宁德时代购买的。下一条评论：宁德时代目前正在美国扩大生产，在那里已经有工厂，但我不知道原材料从何而来。原则上，我希望的情况正在发生，电池生产正在引入美国，即使需要几年时间。下一条评论：如何能削弱中国独裁政权的行为都是值得欢迎的。下一条评论：这也有道理，欧盟也应该这样做。下一条评论：欧盟何时会效仿？用欧洲纳税人的钱补贴电动汽车似乎没有什么意义，因为中国已经对电动汽车实行了国家补贴。下一条评论：虽然有道理，但欧洲制造商担心中国会保护他们的市场，不再允许他们在中国销售汽车。下一条评论：问题在于我们的汽车制造商错过了起跑信号，而中国人跑在了前面。下一条评论：完全正确，但我们正在全力以赴以提高竞争力，比如大众的 ID.7 或奥迪的 Q6。当然，由于价格昂贵，这些都不是给普通人用的产品，但这是一个开始。下一条评论：保护主义不会给我们带来任何好处，他们的大部分销售额就来自于此。下一条评论：那还能剩下什么？安装哪种电池才能在美国获得电动汽车补贴？
肯定不是特斯拉。下一条评论，特斯拉在美国拥有最大的电池工厂，即在内华达州，目前正在奥斯汀建设一个100几瓦的工厂。下一条评论，电池生产还是只是将中国电池组组装成成品？来自美国的信息是，即使是锂也必须来自美国，所有稀土也必须来自美国，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来自中国。下一条评论，不，这真的是涉及电池制造，而不是电池组组装。特斯拉还在 Corpus Christi 建造自己的锂精炼厂。下一条评论，不知道现在这样做有没有用？多年来，我们心甘情愿地消费中国产品，从而推动了中国经济的发展。现在，它已经在某些领域拥有技术优势，而我们却显得愚蠢。这显然是我们自己的错。下一条评论，没错，但我们也可以从错误中吸取教训。但保护主义是否是一条正确的道路，至少可以提出质疑。下一条评论，几十年来，为了实现利润最大化，一切可能的业务都被外包给了中国，而现在这一切正在遭到反噬。要求欧盟在所有领域大力推广欧洲制造。下一条评论，但这是政治的错，不是企业的错。企业可以去东南亚，以便保持竞争力，或者倒闭。如果竞争对手卖得比你生产的便宜，你很快就会被淘汰。下一条评论，这很可能会演变成一场经济战争。无论如何，德国的汽车工业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如果你把过去的解决方案视为无所不能，那你就不应该感到惊讶。在我们依赖俄罗斯的能源之后，现在我们对中国原材料的依赖将成为我们的致命伤。下一条评论，经济战争早就进行很久了。好了，朋友们，这就是报道以及读者的全部。谢谢大家，我们下期见。